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Mark Minervini 的《股票魔法师：纵横天下股市的奥秘》。作者 Minervini 曾在1997年摘得全美投资大赛桂冠。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仅带着几千美元进入股市，凭借一套严苛的交易法则，在1994年到2000年间实现了年均220%的回报率，总回报高达33500。他将这30年的职业交易经验提炼成了这本《股票魔法师：纵横天下股市的奥秘》。不同于市面上众多偏向学术理论或单一指标的投资书，这本书提供了一套将公司基本面与股票技术面客观结合的入场点分析系统，指导投资者用技术分析确认市场趋势，用基本面数据验证上涨潜力，从而剔除个人主观情感对投资决策的干扰。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选股之道开始，打破常见的常识误区，看看如何用客观的标准去精准捕获市场的领头羊。许多在市场中寻找机会的参与者，习惯将目光投向市盈率 Price-Earnings Ratio， 试图在成千上万的标的里翻找被低估的便宜货。他们将较低的市盈率等同于安全，将较高的市盈率等同于风险。然而，在寻找超级明星股票这件事情上，市盈率通常是最容易让人错失机会的指标，因为标准的市盈率反映的是历史结果，它只记录了公司过去赚了多少钱，并没有考量推动股价升值的核心变量——未来的增长预期。市场上高速成长的公司，其股票通常会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3到4倍的溢价进行交易。这种高估值会让传统的价值投资者望而却步。真正具有超额收益潜力的公司，很少会出现在市场的打折区。就像人们无法在折扣店里买到全新的限量版跑车，优质的资产天然带有溢价。1997年，当 Yahoo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先锋企业崭露头角时，其市盈率一度高达938倍。面对这样的估值，大量机构投资者选择观望，甚至发出质疑。在随后的29个月内， Yahoo 的股价上涨了7800%，其市盈率也随之攀升至1700倍。另一个经典案例是 Apollo Group， 从2001年中期到2004年，APOL 的市盈率基本维持在60倍左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3年间，它的股价伴随着净利润的高速增长，实现了200%的涨幅。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实现稳健的净利润增长，且其增速与股价升高的速度相匹配，甚至更快，那么初期看似高昂的价格最终会被证明是合理的。与不敢买入高市盈率股票相对应的是，许多投资者容易陷入破碎的领袖综合征 Broken Leader Syndrome。 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当某只明星股处于加速上涨期时犹豫不决，却在其股价见顶并开始大幅下跌时，认为价格出现了折扣而盲目买入。人们倾向于用过去的最高价来衡量现在的价格，认为既然已经下跌了75%，风险就已经被大幅释放。这种认知忽视了简单的数学事实。假设一只股票从100美元跌到25美元，跌幅是75%。如果在25美元买入，当它继续跌到6.25美元时，所承受的损失依然是75%。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 Sun Microsystems 就是一个教训。其股价见顶后，许多人认为它便宜了而选择入场，期待股价回调带来的回报。随后该股又跌去了80%。同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 Citigroup 和 AIG 的市盈率双双触及10年来的低点。股票看起来被严重低估，但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他们的股价跌去了90%以上。低市盈率往往是市场对公司基本面恶化做出的提前反应。一个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市盈率，往往暗示着公司未来净利润堪忧。
市场领头羊的价值体现在未来持续的高增长潜力上，而不是当下的低估值。如果基本面数据决定了买什么，那么价格趋势则决定了什么时候买。所有的股票在市场中从无名走向成熟，都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价格生命周期。这个周期可以划分为4个明确的阶段，也就是4阶段理论 4-stage theory。 第一阶段是忽略时期，也被称为巩固期。在这个阶段，公司的净利润和销售额往往表现平庸，股价缺乏明确的上涨动力。从图表上看，股价通常围绕着200日移动平均线上下窄幅波动，这就像是一潭死水，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与资金注入。在这个时期买入，资金可能会被长期闲置。1987年到1989年的 Amgen 就是处于这个阶段，价格平淡无奇，没有任何推动其大幅上涨的催化剂。无论一家公司的故事听起来多么诱人，只要其股票仍处于第一阶段，就不应将资金过早投入其中。第二阶段是突围时期，也就是加速期，这是股票生命周期中爆发力最强的阶段，也是获得超额业绩的窗口。在这个阶段，公司的基本面通常出现了积极的催化剂，比如新产品的发布、净利润的激增，或是新任管理层的上台。从价格走势来看，股价会稳步站在200日均线之上，且150日均线高于200日均线。200日均线本身也呈现出明确的上升趋势，股价呈现阶梯状上涨，不断创出新高。在价格快速上涨的交易日里，交易量会显著放大，显示出机构资金正在大举建仓。Amgen 在进入1990年后，正式跨入了第二阶段，股价在随后的14个月中上涨了 360%。 第三阶段是到顶时期，也就是分配利润期。随着股价的长期上涨，早期的机构投资者开始获利了结，将手中的筹码转移给后知后觉的买家。此时，公司的净利润可能依然在增长，但增速已经开始放缓。股价虽然还在高位，但波动性显著加剧，涨跌幅不断扩大，上涨的动力逐渐衰竭。股票通常会围绕200日均线剧烈震荡，并经常出现一次交易量极大时价格猛跌的情况，这是前期主力资金撤退的信号。第四阶段是衰败时期，也就是投降期。在这个阶段，公司的盈利预期通常被华尔街下调，基本面的恶化给股价带来沉重的下行压力。股价主要处于200日均线下方，且200日均线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在交易量放大的日子里，股价往往遭遇剧烈下跌。许多散户正是在这个阶段试图抄底，结果越陷越深。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许多金融股如 Citigroup 早就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用不断下挫的股价发出了明确的预警。放弃在第一和第四阶段寻找机会的想法，只在股票明确进入第二阶段的上升通道时进行投资，让长期的价格趋势成为推动资金增长的顺风。确认了股票处于第二阶段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基本面数据来验证上涨的内在逻辑。推动股价在第二阶段加速上涨的核心燃料是净利润和销售额的爆发式增长。股市中股价的波动主要源于2个基本因素：预期和意外。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在为股票定价时，通常依赖估值模型，而这些模型的核心输入变量就是对未来净利润的预测。当一家公司公布的季度业绩不仅实现了增长，而且远超华尔街分析师的普遍预期时，就会产生净利润惊喜 （earnings surprises）。这种超出预期的利润数据会迫使分析师向上修正未来的盈利预测。盈利预期的上调提高了模型对该公司的估值，进而吸引更多机构资金入场，直接推高股价。在追踪净利润惊喜时，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被称为蟑螂效应 （cockroach effect）。如果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只蟑螂，
那么角落里通常还藏着更多。股市的运转与此类似，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季度公布了远超预期的净利润，在未来的几个季度里，它极有可能会继续带来惊喜。公司的业绩反转或新业务的爆发很少是一次性的事件，这种持续性正是成长股投资者需要的特质。不仅要关注净利润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增速的提升。最好的情况是每季度的净利润增幅都在不断加大。如果在净利润加速增长的同时，销售收入也在同步加速，那就构成了强劲的基本面支撑。最高级别的基本面共振形态被称为代码33，它指的是一家公司连续3个季度在净利润、销量和利润率这3个维度上同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2003年到2006年期间， Monster Beverage 公司就展现出了标准的代码33特征。它的净利润、销售额和利润率显著加速上涨，其股价也在2003年末到2006年初之间上涨了8000%。同样的， Cisco Systems 在1989年3月到1993年5月间有15个季度的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00%，这使得其股票在这段时间内翻了13倍。由真实的销售收入扩张和利润率提升所支撑的净利润增长才是可靠的。需要警惕的是那些仅仅依靠削减成本、关闭工厂或出售资产带来的一次性利润增长，这种非经营性收入无法支撑业务的长期扩张。此外，当重大的净利润惊喜公布后，买入的时机并未错过。市场对新信息的消化往往需要时间，这会产生一种被称为盈余余波 post-earning drift 的现象。在惊喜公布后，股价通常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内持续受益于机构资金的逐步建仓而保持上涨惯性。紧盯那些基本面发生质变、业绩持续超预期的公司，让真实的盈利数据作为持有头寸的依据。基本面的利润增长为股票提供了长期上升的燃料，但在具体的交易执行中，单纯依靠基本面数据无法解决入场时机的问题。股票图表并非预测未来的魔法水晶球，它是市场上所有买家与卖家交易行为的客观记录。通过观察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化，投资者可以直接读取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剥离情绪与猜想，看清机构资金的实际动向。在股票进入第2阶段的上升通道后，价格通常会经历一段消化前期涨幅的巩固期。几乎所有处在这一积累阶段的股票都会呈现出一个核心特征，即波动收缩规律 VCP。 在图表上，这种规律表现为股票的波动性从左至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收窄。波动收缩的背后是市场筹码在不同群体间的转移。当股票价格从高点回撤时，前期在高位买入的投资者被套牢，账面出现亏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投资者的心理底线逐渐降低，只求价格回升到盈亏平衡点便抛售离场。同时，在底部买入的获利盘也急于将收益变现。这2股力量共同构成了股票上行时的供给压力。当股价反弹触及这些压力区时，抛盘涌出，价格再次回落。如果该股票的基本面依然强劲，且有机构资金在暗中吸筹，这些抛出的供给会被实力更强的买家消化。表现在图表上，就是每一次价格回落的幅度都比上一次更小。股票可能会先经历一次 25% 的回撤，随后反弹，接着再次下跌 15%， 最后一次下跌可能只有 8%。 这种由2到6次收缩组成的形态被称为 T 型收缩。1995年2月 FSI 国际的股票呈现出了典型的波动收缩规律，它的巩固期持续了10周，期间价格的回撤幅度从 18% 逐渐收缩到只有 5%。 更关键的是，在价格波动幅度收窄的同时，其交易量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交易量的急剧下降说明急于脱手的弱势持有者已经被清洗出局，市场上的浮动筹码即将枯竭。在第11周，随着买盘的涌入，该股价格在随后的7个月中上涨了 130%。另一个案例是 Meridian 生物科技。在2006年4月至年底的巩固期内，该股经历了4次 T 型收缩，它的价格回撤幅度依次为 31%、17%、8%， 最后收窄至微小的 3%。在最后一次幅度仅为 3% 的收缩中，伴随着极低的交易量，表明卖压已经彻底消失。随后在2007年1月，交易量开始放大，价格迅速脱离底部区域，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实现了 118% 的涨幅。识别这种价格与交易量双双收缩的足迹，是规避无效震荡、寻找高胜率买入点的核心步骤。当股票的波动收缩规律走到末端，价格波动降至最低，且交易量出现显著干涸时，股票就到达了转折点 （pivot point）。转折点是前期巩固区域的最后一条阻力线。在这个位置，由于市场上的多余供给已经被充分吸收，卖方力量极为薄弱，只需要少量的买盘需求，就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将股价迅速推高。美克多在2007年底的走势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在长达6周的基底构建中，其价格波动幅度从 32% 一路收窄至 6%。在突破发生的前一天，该股的交易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市场交投极度清淡。这种流动性枯竭的表象，实际上是供给停止涌现的明确信号。紧接着的交易日，交易量急剧放大，价格放量突破转折点。在随后的13个交易日内，该股价格迅速拉升了 75%。与转折点类似的另一个买入位置，是在杯柄形态中形成的 3C 规律，也就是欺骗区域 Cock Completion Cheat。它通常发生在整个杯状形态的上1/3处，表现为价格在突破前期高点之前，出现一次持续数周、波动幅度在 5% 到 10% 之间的短暂修正。在这个区域，交易量同样会明显收缩。当价格放量突破这一修整区时，便是介入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无需等待价格完全创出新高，就能提前搭上机构资金拉升的顺风车。在股价突破转折点并买入之后，观察股票随后的动作，是验证判断是否正确的关键环节。健康的股票在突破后，通常会表现出网球行为 （tennis ball behavior）。股价在放量上涨几天后，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短期的获利回吐，导致价格出现自然的回撤。如果是一只真正有机构资金护盘的强势股，这种回撤的幅度会很小，交易量会迅速萎缩，且价格会在几天内像网球落地一样迅速反弹，创出新高。Netflix 在2009年的走势就是典型的网球行为。它在突破转折点后，经历了一次为期5天的短暂回调，随后在巨量资金的推动下迅速恢复上涨趋势，并在随后的21个月内上涨了 525%。 如果在突破后股价没有迅速反弹，反而跌回了突破点下方，这种现象被称为深蹲 squat。 面对深蹲，无需立刻惊慌抛售，可以给予股票1到2天的观察期，看其是否能进入逆转恢复阶段。只要股价没有跌破预设的止损线，也没有跌破20日移动平均线，股票仍有机会重新积蓄力量完成上涨。但如果回撤幅度过大且迟迟无法收复失地，就必须果断离场。在寻找具有大幅上涨潜力的标的时，上市时间不久的年轻公司往往是最具爆发力的群体。历史数据证实，大多数超级明星股票的黄金成长期通常发生在他们公开上市后的前8到10年内。在这个阶段，公司通常伴随着新产品的推广、新市场的开拓以及管理层强烈的扩张意愿，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往往呈现出最为陡峭的增长曲线。
然而，面对刚刚挂牌交易的新股，盲目在上市首日追高买入是一种极具风险的行为。Facebook 在2012年上市时的表现印证了这一点。在其公开交易的第一天，股价一度冲高至$45，但由于早期投资者的抛售压力，当天收盘时价格回落至$38.23。在随后的12天内，股价继续下挫至$25.52，较最高点跌去了43%，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恢复元气。新发行的股票面临着原始股东套现、市场定价不充分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必须在二级市场中经历一段时间的实际交易，才能验证其真实的供求关系。介入新股的正确方法是等待其形成第一根基 （primary base）。第一根基是指公司上市后经历的第一次能够明确识别的价格巩固期。这个过程通常需要3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个阶段，新股上市初期的狂热情绪逐渐冷却，早期获利盘被清洗出局。如果公司的基本面确实强劲，机构资金会在股价回落时逐步吸筹，阻止价格进一步大幅下跌，通常回撤幅度会控制在25%到35%以内。Amazon 在1997年5月首次公开募股后，并没有立刻展开单边上涨，而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市场中震荡，构建了它的第一根基。直到1997年9月，其股价才放量突破这一巩固区，进入明确的上升通道。在随后的16个月内， Amazon 的股价飙升了2500%。2010年12月，刚刚上市几个月的服装零售商 Body Central 不仅在门店展现出强劲的客流，更在当季交出了巨幅利润增长的财报。然而，优异的业绩并没有让其股价立刻爆发，股票在上市初期进入了数周的平缓震荡期，安静地构建着它的第一根基。直到2011年1月5日，伴随着交易量的显著放大，该股价格突破了第一根基的阻力位，开始上行。在接下来的15个月中， Body Central 的股价上涨了超过100%，而同期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仅上涨了不到10%。第一根基的完成是市场对年轻公司基本面的实质性确认，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风险可控、爆发力极强的入场时机。在确认了基本面并找到精确的买点之后，每一笔交易依然面临着失败的概率。在股票投资中，亏损对资金本金的破坏力呈现指数级的放大。当一笔投资出现5%的亏损时，需要随后获得5.26%的收益才能盈亏平衡。当亏损达到10%，则需要11%的收益来弥补。一旦亏损扩大到50%，就需要随后实现100%的收益，才能让资金回到原点。亏损越大，恢复本金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亏损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等，在连续交易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假设一个账户连续3年的投资收益率分别是上涨50%、上涨50%，随后下跌50%，这种2次上涨1次下跌的看似平衡的盈亏比例，最终带来的3年总回报仅仅只有 12.5%， 折合年化收益率约为 4%。 如果在交易中不限制下行风险，前期积累的巨额利润会在一次大幅回撤中被轻易抹平。许多参与者在市场中未能实现盈利，往往是因为犯了交易者原罪 Traders Original Sin。 这种原罪的具体表现是允许单次交易的平均亏损幅度超过了平均收益幅度。要实现资金的长期增长，账户的预期回报必须为正，这就要求平均收益必须大于平均损失。人寿保险公司在运营时会依靠死亡率表来预测赔付概率，并据此设定保费以确保盈利。投资者同样需要根据自己历史交易的平均收益水平来设定应性的止损标准。具体的设定标准是，单笔交易的最大亏损幅度绝对不能超过历史平均收益的一半。
如果一个投资者在获利的交易中，平均收益是 15%， 那么他就应该将单笔交易的最大亏损严格限制在 7.5% 以内。假设以30美元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当价格跌至 27.75 美元时，就必须清仓卖出。同时，无论平均收益有多高，单笔交易的亏损上限都不应超过 10%。如果买入的股票经常出现超过 10% 的下跌，这说明选股标准或买入时机的把握存在缺陷。将亏损严格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意味着投资者并不需要追求极高的胜率。在风险与收益比达到1:2的情况下，也就是潜在收益是潜在亏损的2倍时，只需要保持1/3的胜率，账户就不会出现亏损。当胜率达到 40% 时，就能实现可观的资金增长。通过将亏损幅度强行掐断，账户保留了足够的购买力，可以在市场环境转好时，迅速将资金投入到下一个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中。当持有的股票价格跌破买入价时，说明之前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时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卖出，但多数人会选择继续持有。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处置效应 （disposition effect）， 表现为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股票，却长期持有亏损的股票。人们在面对账面浮亏时，往往会通过寻找利好消息来将亏损合理化，试图用拖延来避免承认投资失误。在拒绝止损的同时，许多人会选择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操作，即摊低成本 （averaging down）。经纪商通常会建议，如果一只股票在50美元时具备投资价值，那么当它跌到40美元时，就更值得买入。如果在40美元的位置加仓1倍，账户的平均持仓成本就降到了45美元。这种操作并没有改变股票正在下跌的事实，反而让暴露在风险中的资金翻倍。随着股价继续跌向30美元、20美元甚至10美元，账户资金的消耗速度会呈几何级数加快。许多投资者为持有亏损股票寻找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自己买入的是优质蓝筹股，相信大公司的业务不会出问题。历史走势表明，没有任何一家知名公司能够免疫于股价的长期崩盘。柯达的股价在1973年达到顶峰后，经历了长达14年的下跌与震荡，才重新回到当年的高点。施乐同样在1973年见顶，而他花费了24年的时间才恢复到原有的价格水平。在消费品领域，雅芳的股价曾在1972年高达140美元，但在随后的1年内暴跌至19美元，跌幅高达 86%， 且在14年后依然徘徊在19美元附近。麦当劳在1999年12月至2002年2月的32个月间，股价下跌了 72%。这些知名企业在基本面恶化变得广为人知之前，其股价已经提前做出了剧烈下跌的反应。在公司面临实质性问题时，管理层往往会释放乐观的信号，以稳定市场情绪。如果投资者无视股价不断下挫的事实，依然盲目加仓，最终承受的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将每一次交易看作是漫长交易生涯中100,000,000,000的独立事件。当这100,000,000,000的交易出现走势不及预期时，果断接受一笔小额亏损，能够有效避免单只股票的深幅下跌对整体账户造成不可逆的重创。风险管理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它需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在买入任何一只股票之前，必须先确定止损线，并直接写在纸上或设置在交易系统中。一旦股价触及这个预设的位置，立即清仓，不需要任何二次思考或犹豫。在实际交易中，经常会遇到突发情况，例如股票在开盘时大幅跳空低开，价格瞬间跌穿了预先设定的止损线，这种现象被称为止损滑坡 （Stop Loss Slippage）。面对止损滑坡，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立刻以当前市场价格全部卖出，迅速抽身离开。跳空暴跌的背后通常伴随着未知的重大利空。有些资金管理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选择按兵不动，期待股价反弹回原定的止损线后再卖出。曾有一位基金经理因为下达了等待反弹的指令，最终眼看着该股票跌去了 60%。除了常规的止损交易，还需要制定应对极端情况的灾难计划 （disaster plan）。就像商业航班的飞行员必须为发动机熄火或液压故障准备详尽的应急预案一样，投资者也需要为网络故障、突发停电或持仓公司高管涉嫌违法等黑天鹅事件提前做好准备。将所有可能引发账户大幅回撤的极端场景列出，并匹配对应的处置流程，能够确保在危机爆发时依然可以保持冷静并迅速采取止损动作。Minervini 曾对自己早年的交易记录进行过损失调整训练 （Loss Adjustment Training）。在20世纪80年代，他账户中获利交易的平均收益为 18.4%， 而亏损交易的平均损失达到了 15.9%。在这样盈亏比接近1比1的状态下，账户的实际复合回报率为负 12.05%。随后，他将所有单笔亏损幅度强制限制在 10% 以内，超过 10% 的部分一律按 10% 计算。在收益比数、收益率以及亏损比数完全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加入了 10% 的强制止损限制，账户的复合回报率直接从负数翻转为正的 79.89%。这一结果清晰地展现了交易的核心机制：长期的复利增长并不依赖于极高的胜率，而是建立在将单次下行风险牢牢锁定在安全阈值之内的基础之上。股票魔法师纵横天下股市的奥秘是一本完美结合股票的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的实战型投资指南。书中包含了作者30年的职业生涯总结下来的股票交易经验、真谛和具体策略。从利用4阶段理论锁定处于上升通道的标的，到寻找净利润惊喜验证上涨燃料，再到通过波动收缩规律精准踩中供求关系的转折点，最后用绝对的止损标准斩断下行风险。真正的赢家往往是那些能够跳出主观情绪的干扰，把客观的市场信号与严格的风险控制纳入自身交易计划的投资者。他们不依赖对于未来的猜测，而是通过管理风险和把握高胜率的入场时机，让资金在周而复始的交易中实现正向的累积。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